昨天是中国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——春节。在这样一个本该团圆、热闹、充满烟火气的日子里，凯凯的奶奶更新了一段看似平常，却迅速引发热议的视频。画面中，奶奶抱着凯凯，爷爷也在身旁，一家人一起拜年，气氛温馨而安静。但真正让网友们停下来的，不是拜年本身，而是凯凯的状态。凯凯看起来真的很开心，那是一种很难伪装的开心，不是对着镜头被引导出来的笑，而是身体放松、情绪稳定、眼神有光的那种状态。很多长期关注凯凯的网友第一时间就意识到不一样了。为什么开心的凯凯会引发这么大的讨论？如果只是一个孩子春节开心，本不该成为新闻。但问题在于，凯凯开心本身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反而是稀缺的。长期以来，大家看到的凯凯更多是情绪敏感，容易粘人，偶尔显得不安，对妈妈、爸爸等词格外执着。这并不是对孩子的指责，而是很多留守、分离环境中孩子的真实写照。所以，当昨天的画面出现后，评论区迅速出现了一种非常集中的声音：凯凯这么开心，是不是爸爸回来了？网友为什么会第一时间想到小刘回来了？这并不是空穴来风，而是基于几个非常现实的判断。第一，孩子的情绪变化往往最诚实，成年人可以演，孩子很难。凯凯的开心并不像是有人陪着拍视频的那种兴奋，而是一种持续稳定的安全感状态。这种状态往往来自一个核心因素，他信任的人在身边。对凯凯来说，这个核心依附对象除了奶奶和爷爷，很多网友始终认为还包括他的爸爸。第二，春节这个时间点本身就非常特殊。春节不是普通假期，而是中国人情感意义最重的节点。如果小刘要选择回国短暂陪伴，低调出现，春节恰恰是最合理也最容易理解的时间点。不需要拍视频，不需要解释，只要回来陪孩子几天，本身就已经完成了父亲的核心责任。第三，视频的刻意低调反而更引人注意。奶奶的视频中并没有刻意展示谁在现场，也没有出现任何多余的背景信息。但正是这种只拍凯凯，不解释其他的处理方式，让很多网友产生了判断：如果什么都没发生，反而不会这么克制。三，这段时间的凯凯确实持续开心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这并不是凯凯突然一天很开心，而是最近一段时间凯凯的状态整体偏稳定、放松。这在长期观察中非常明显，情绪起伏变小，依赖感减少，玩耍时更投入，与家人互动更自然。这种变化往往不是一顿饭、一件玩具能带来的，它更像是生活里某个缺失的拼图被短暂补上了。四，小刘如果真的回来了，为什么不出镜？这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，但从现实角度看，不出镜反而是最理性的选择。原因有3点：一，舆论压力依然存在，小刘无论是否出现，都会引发解读、揣测，甚至二次争议。不出现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。二，父亲的角色不一定需要镜头证明，陪伴孩子不是为了给网友交代，而是给孩子安全感。三，越低调，越像只为孩子而来。如果真的只是想陪凯凯，拍不拍视频其实并不重要。五，我们也必须保持理性，猜测不等于事实。需要强调的是，目前所有关于小刘回来了的判断，仍然只是网友基于现象的推测，并没有任何一方公开确认。所以我们更应该关注的，不是他到底来没来，而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：凯凯是不是在一个相对安全、稳定、被照顾的环境中？从现有画面来看，答案是的。六，为什么大家如此在意凯凯有没有爸爸陪着？这背后其实是一种很朴素的情感投射。很多网友并不是在追八卦，而是在替一个孩子担心。他会不会长期缺失父爱？他会不会被大人的选择所牺牲？他会不会在重要的节日里感到孤单？当看到凯凯在春节露出这样真实的笑容时，大家松了一口气，哪怕只是短暂的。七，如果小刘真的回来了，这意味着什么？它并不意味着剧情反转，也不意味着关系复合，它只意味着一件很简单的事：一个父亲在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选择陪伴自己的孩子，这本身就已经值得肯定。八，结语，比真相更重要的是凯凯的状态。我们或许永远无法确认小刘是否真的回来了，
但我们能确认的是，凯凯在春节是开心的。他被抱着，被回应，被在意，他的笑容是真实的。在所有争议、猜测、流量之外，这才是最重要的部分。希望这种开心不是昙花一现，希望无论大人如何选择，凯凯都能被放在第一位。如果你也注意到了凯凯的变化，如果你也希望他能一直这样开心，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我们关心的从来不是剧情，而是一个孩子能不能好好长大。